不想惹上骨质疏松，尽量少碰3种食物，可能慢慢掏空你的骨骼。1、案例分析：白大爷的骨质疏松之路。白大爷今年62岁，退休在家后，日子过得十分悠闲，每天吃完饭就下楼遛弯、下棋，有时候还会跟邻居一起去钓鱼。这样的生活看似健康而充实，但最近他发现自己身上时不时有关节疼痛症状，开始以为是没休息好导致的，连着几天没出门还是痛得要死，这给他烦得够呛。邻居知道此事后，建议他赶紧去医院检查，很可能是骨质疏松所致。去医院一查，果然是骨质疏松惹的祸。医生建议他回去多吃些补钙的食物，同时可以适当多运动。回家后，白大爷每天都会吃鸡蛋补钙，邻居知道了之后赶紧阻止了他，告知他鸡蛋是骨质疏松的发物，可不能吃。这下白大爷有点不知道如何是好了，鸡蛋都不能吃，那要吃什么来补钙呢？2、身体出现2个症状，可能是骨质疏松的信号。最新全国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，我国超过50岁的人群中，骨质疏松患病率为 19.2%，65岁以上的人群患病率为 32%。估算一下，我国目前约有9000万骨质疏松患者，其中女性占比7000万。骨质疏松是指全身性骨量、骨组织微细结构发生改变，导致骨骼脆性增加，容易发生骨折的系统性多病因骨病。骨质疏松根据病因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2种，其中原发性骨质疏松包括绝经后骨质疏松，一般会发生在绝经后5到10年。老年性骨质疏松多发在70岁以上的老人，以及特发性骨质疏松，主要是指青少年骨质疏松。继发性骨质疏松则是指由于一些会影响骨代谢的疾病、药物或是其他明确病因所致的骨质疏松，如糖尿病、甲状腺疾病等内分泌疾病、系统性红斑狼疮、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结缔组织疾病。营养不良、胃大部切除术、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、抗惊厥药、甲状腺激素药物等，长期制动、失重以及酗酒等。骨质疏松的来临并非毫无征兆，出现2个信号要警惕。一是当身体出现40岁后身高减少超过3厘米，2是没有从事大量体力劳动，却出现疲乏、劳累、浑身无力以及肌肉骨骼疼痛等症状，都可能是骨质疏松所致。3、水煮蛋是骨质疏松的发物，还能继续吃吗？鸡蛋作为一种餐桌常见的食材，不仅营养价值丰富，而且做法多样。然而这些年关于鸡蛋的争议也不少，有传言称经常吃水煮蛋会引起骨质疏松，这种说法到底是真是假？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先来看看鸡蛋的营养价值到底如何。鸡蛋内富含优质蛋白质，含量高达 13% 左右，且它的氨基酸种类和比例与人体的十分接近，身体吸收率很高。鸡蛋内含有一系列的维生素，如维生素 A、叶黄素、维生素 D 以及维生素 K 等，这些物质对视觉细胞、促进钙吸收以及促进凝血均有好处。另外，鸡蛋内的钙含量也不低，约有56毫克100克，但鸡蛋的铁吸收率较低，不能算上补铁佳品。鸡蛋会引起骨质疏松的说法，其实和鸡蛋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关，而高蛋白饮食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。过量摄入蛋白质会增加体内的酸性负荷，让钙质从骨骼内流失，同时会降低肾脏功能，让体内钙质的代谢量增加，加速骨骼内的钙流失，这些都可能会引起骨质疏松。但鸡蛋没有那么大危害，即便是每日吃2到3个鸡蛋，也不会加快钙质的流失，反而可促进身体对于营养物质的吸收，虽然可能会对血脂带来余地影响，但不至于增加骨钙流失，对此无需过多担心。4、50岁后不想骨骼被掏空，这4种食物尽量少碰。50岁以后是骨质疏松的高发期，要想预防骨质疏松，除了饮食和补钙以外，防止钙质的流失同样重要，因此不想骨骼被掏空，4种偷钙食物要减少食用。1、高草酸蔬菜。草酸在胃肠道内与钙等矿物质结合，会形成不溶性晶体排出体外，进而会影响钙质的吸收利用，时间长了可能会引起骨质疏松发生。生活中常见的菠菜、苋菜、芹菜等都草酸含量很高，建议不要过量摄入，食用时建议先焯水。
这样可减少蔬菜内的草酸含量。二、高盐食物。高盐分的食物摄入过量，会影响身体对于钙质的吸收，且会促进钙质的流失，容易让身体缺钙，增加骨质疏松的发生风险。腌制食物、咸菜、蜜饯等均属于高盐的食物，要尽量少吃。三、高磷食物。磷摄入过量会抑制钙的吸收，导致血钙下降，诱发骨质疏松，且体内的钙质还会与磷结合生成羟基磷灰石，容易引起血管钙化。常见的含磷量高的食物有加工肉类、油炸食物、碳酸饮料等。四、大鱼大肉。大鱼大肉内的脂肪含量很高，长期摄入会导致体内游离脂肪酸含量过剩，与钙质结合后会生成不溶性皂钙，对钙质的吸收不利。且这些食物内的蛋白质含量也很高。上文提到过量摄入蛋白质也对钙质吸收不利，日常一定要控制摄入量。五、骨质疏松的预防与管理。一、适量运动。适量的运动对于骨质疏松的预防和管理至关重要。运动不仅可以增强骨密度，还能改善平衡和协调，减少跌倒和骨折的风险。建议选择一些低冲击的运动，如散步、游泳、太极拳等，避免过度剧烈的运动导致骨折。二、合理饮食。合理的饮食对于预防骨质疏松同样重要。除了避免上述提到的高草酸、高盐、高磷食物和大鱼大肉外，还应多摄入富含钙和维生素 D 的食物，如牛奶、乳制品、豆制品、深绿色蔬菜、坚果等。维生素 D 有助于钙的吸收，可以通过晒太阳和食用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来获得。三、补充钙和维生素 D。对于一些钙和维生素 D 摄入不足的人群，特别是老年人，可以在医生的建议下适量补充钙片和维生素 D 补充剂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补充剂的使用应遵循医嘱，避免过量摄入。四、定期体检。定期体检可以帮助早期发现骨质疏松的迹象，及时采取干预措施。骨密度检测是诊断骨质疏松的重要手段，特别是对于有骨质疏松家族史或其他高风险因素的人群，应定期进行骨密度检测。五、避免不良生活习惯。避免吸烟和过量饮酒，这些不良生活习惯会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。吸烟会影响钙的吸收，而过量饮酒会干扰骨代谢，导致骨质流失。六、药物治疗。对于已经确诊为骨质疏松的患者，医生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建议药物治疗。常见的药物包括双磷酸盐、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、降钙素等。这些药物可以帮助增加骨密度，减少骨折风险。六、骨质疏松的误区与真相。一、骨质疏松只是老年人的问题。虽然骨质疏松在老年人中更为常见，但并不仅仅是老年人的问题。年轻人如果长期缺乏运动、饮食不均衡、吸烟酗酒等，也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。因此，预防骨质疏松应从年轻时开始，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。二、补钙越多越好。补钙固然重要，但并非越多越好。过量补钙可能会导致肾结石等问题。补钙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，在医生的建议下进行适量补充。三、只靠饮食就能预防骨质疏松。虽然合理的饮食对预防骨质疏松非常重要，但仅靠饮食可能不够。适量运动、补充维生素 D、避免不良生活习惯等多方面的综合措施，才能有效预防骨质疏松。四、骨质疏松不可逆。骨质疏松虽然是一种慢性疾病，但通过合理的治疗和管理是可以改善的。药物治疗、合理饮食、适量运动等综合措施，可以帮助增加骨密度，减少骨折风险。七、结语。骨质疏松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，特别是在老年人中更为多见。通过合理的饮食、适量的运动、定期体检等措施，可以有效预防和管理骨质疏松。希望大家能够从白大爷的案例中吸取教训，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，远离骨质疏松的困扰，保持骨骼健康。